哎，大家伙儿早喽！11月13号星期三清晨5点40了，还有5分钟集合。今天是合练的日子，周三。今天课表跟我猜的一样，是321，3公里、2公里、1公里。但是因为这周末是比赛周，我就不会去跑321，我应该跟一个差不多马拉松配速或者再慢一点的3公里，然后我就休息。差不多就是你们看我今年北马之前，虽然我没参加，但是之前那一周和在之前那个周末，我的节目跟大家分享过。比赛周的时候，基本上建议就是周三、周五或者周三、周六早晨做几组的冲刺，然后就一直减量就好了。所以今天是不会做冲刺的，因为3公里如果连续冲下来会比较的长，对马拉松比赛周，对，差不多就是这样。身体状态还行，还是在基本上断碳水中。就上一顿碳水是昨天早晨的早餐训练之后，大概有20克的样子，就是生重的碳水，差不多是这样，有可能还没有，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就断碳水的状态会让你觉得比较累，然后没劲儿。这时候呢，可能会怀疑自己，别怀疑，你到时候吃饱了就好了，好吧？那我们集合去了，加油干！还是太黑了，咱们争取可能训练之后再跟大家聊天啊。不错，小伙伴们，我和大黑先生一开始4分配速前进了1.5公里，之后平田先生他们3分50，我就追了1.5公里，还可以。今天就到此为止。我们这个团队一共有15个人要参加周末的神户马拉松，还有我知道从国内来的咱们频道的观众也有好多人，还有其他的自媒体。整个的3公里是3分54，还可以。看单圈呢，第1公里404，第2公里352，第3公里343。OK， 赶紧穿上外衣，看大家跑。累不累？正合适。你们看，一个3公里结束，天就亮起来了，是不是？大家还有一个2公里和一1公里，我就不跑了，大黑岩先生也不跑了。那赶紧穿衣服，别着凉。还有我们俩，大黑岩先生比我父母可能小一点点。这一年多，真是拜托大黑岩先生的照顾。还有后藤先生周末刚参加完冈山马拉松。那我们从上海来的2位观众来跑神户马拉松。上海来的观众，你跑神户马拉松吗？我不跑。那我们4个人跑神户马拉松，厉害！大黑岩先生也跑神户马拉松，厉害。2位刚跑步1年，对，目标是安全完赛。加油！说嘛。当时不想报名，但我报名我都没敢报。神户像你这种跑，你跑过全马吗？比赛没有，一次没有，对吧？首马就去玩嘛。对。神户说是景色很漂亮，然后除了最后终点前有个上坡。对。对，刚和这2位小伙伴分开，感叹呀，现在真的跟我刚开始跑步那时代不一样了。现在资讯太发达了，大家不管是报名比赛还是训练，都比我那时候强得多得多。他们2位整整跑龄1年，然后跟我首马的时候一样，也是1年。半马的成绩应该跟我当时首马的时候的半马成绩差不多。我们刚才从大阪城跑到这儿4公里半，平均配速5分40多。
可以愉快聊天。而且那位先生跟我说，他可以跑1公里快慢的间歇，就是1公里那慢还是慢跑的间歇，快的那组可以跑4分20，我特别惊讶，就能跑6组。因为我记得我刚在北工大开始跑间歇，那个时候我的成绩可能是就是破4那年，那个时候我的1公里间歇我跑9组，但是我中间是休息2分钟。对，它是1公里快慢，那它应该是慢那1公里要6分多钟，我是休息2分钟，我只能跑到4分40，而且那时候觉得4分40就不行了，好快呀！所以时代真的不一样了。然后正好也借着这位先生的情况，可以跟大家说说，就是跑步。我老说我没有天赋，但是我无意中有一个优势。就像不光是我，你看像大河原先生，他48岁的时候说200多斤开始跑步，他也有一个优势，就是胖的人下肢力量都不差，然后瘦了以后开始跑步，瘦了以后呢，受伤的机会可能就会小。而那位先生说，他现在就被髂胫束的疼痛所困扰。就瘦人能这样跑马拉松更了不起，因为我就跟他说，我说瘦人其实没有什么跑步的驱动力，一开始还能做这件事儿，真的是不错。之后跟大家聊聊碳水的事儿。今天我其实特别抱歉，我把约人的事儿给完全忘了，这还是之前我写到小本上都记好了。我从大概7天前就不吃了，除了早餐吃一点点，就晕头转向的，我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有的时候，然后稍微复杂一点的事儿就想不明白了。今天开始慢慢恢复一点点，就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理智的说，从生理上对这一场马拉松的帮助是很有限的，但是从心理上呢，它是说让你觉得，我做了一个。就我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就这么回事儿。给大家的建议是，如果你没这么尝试过，千万不要贸然尝试。这个年轻可能行，你20多岁小伙子可能行，35岁以后就要真的不要这么干。你看大河原先生他就说他不光不断，他也不做超补，就是正常吃喝。我的感受就是，其实我34岁、35岁的时候，34岁的时候在新加坡那一年，那时候其实我的生活就是严格的，很少就很控碳水的。那时候没觉得这么难受，这2天都有点不行了，就气短。但是呢，我也从中体会到了一些不一样。我先停表啊，又跑到6公里回来了，找个地儿聊。但是呢，又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我能感受到。这就是有人们老说，马拉松这个事情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是一个多跑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不光是多跑，还有我说的，比方说空腹晨跑，比方说长距离最后顶一顶，最后加一加速，这些的本质其实就是在培养你身体调动脂肪的效率和能力。这个东西其实它并不是说让你身体调动脂肪比以前的能力好了，因为差不多我们分解的速度都差不多，我们都是人。你们看那个法拉利又在，是不是？法拉利肯定是日本人的车，因为7在日文读娜娜，所以你看7777就是娜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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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是中国人的车。就是碳水这个事儿，就是消耗脂肪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你得让你的身体有消耗脂肪的记忆，因为绝大多数人就普通人，现在都不是说城市人口，包括农村人口都是，也许你的一生中很少有消耗，就是
主动大量调动脂肪的时候几乎没有，因为我们人体里存的糖，你就说睡一宿觉什么都不吃，起来去跑步1个半马也是没问题的，这就是事实，就是1个半马的糖是有的。虽然说人只要一开始运动就是脂肪、糖、蛋白质糖、脂肪、蛋白质这3个东西在联合供能，但是比例不一样的，这大家应该运动人应该都知道。你糖快没有了以后，到你的这个脂肪被调动起来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这就是所谓的撞墙或者是跑崩。而这个过程如果是平滑的度过，让你没有感知，那是最完美的。所以我为什么老说比赛的时候，你不要等你真的累了再吃第1个能量胶。你看像我8公里就吃第1个，就是说让身体里一直有，但是早晚它会没有的。虽然我们存储的糖，如果严格意义上来说，跑一场全马对我来说，比方说是差不多2300千卡的样子，可能不到，应该基本上是够，加上吃的应该基本够。但是到后边你还是调动不过来的，你还是需要你的脂肪在调动。所以这2天我的跑步就有很明显的感觉。那天的那个10公里强度3分39，我前2公里跑不动的，前2公里之前我已经3公里的慢跑热身了，但是慢跑没有达到那个强度，你身体里存的那点东西其实还够，因为就算你不吃糖，你的身体也会慢慢分解自己的其他东西，让它变成血糖和肝糖存起来的，所以慢跑还够。快跑开始前2公里根本就跑不动，3分40、3分48、3分49，到第3公里感觉不一样了，有劲儿了。另外一个能说明这个事儿的例子，我老跟大家分享，就是空腹血糖。如果您要是体检，尽量早去，尽量呢不要跑着去，不要骑车去，就不要有剧烈运动在这之前。因为这3件事儿，一是如果晚了的话，你早上起来也不吃饭，你的血糖低，身体就发出一个信号开始分解，血糖就变高了。然后运动也一样，这都有真实的例子。我有一次体检，就是我着急晚了，骑车去，骑了3公里，玩命骑的，到那儿气喘吁吁的，结果造成血压也不准，然后血糖也高，血糖测出来6.13空腹血糖，因为我还年轻呢，你给我吓一跳。后来问大夫才知道是这么回事儿。对，这都是真实的例子。所以就是我们马拉松的过程中，身体就是在消耗分解的过程中，然后你再吃能量胶，就是补充消耗分解的过程中。所以这个断碳的过程可能更多的就是就让在赛前让给身体释放一个你是会分解脂肪这么一个信号。就像现在我这么一下的时候，我觉得眼前会一黑，好吓人。但是我早饭会吃一点点，所以没尝试过小伙伴不要尝试。那平常怎么去锻炼这个呢？我的建议，没有基础病的小伙伴们，没有低血糖的小伙伴们，可以慢慢尝试一下空腹晨跑。空腹晨跑是对调动脂肪的训练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就是在长距离20公里以上的时候，在最后几公里顶一顶，你只要你比方说前面25公里都匀速，你消耗的差不多了或者没有了，它还在一个收支平衡的状态下，然后你最后顶几公里，可能25公里有点晚了，我一般从20公里开始顶最后10公里或者8公里，然后再冷身2公里，你会慢慢感觉到你的身体是不一样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了。那这么着，最后先祝那2位小伙伴和来跑神户马拉松的朋友们，还有我们跑团有15位加上我一起跑神户马拉松的小伙伴们都能开心参赛，开心完赛。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明天再见。